2026年的電視盒總評比，終於出來了。這一次整合了各家的旗艦機真實的測試使用心得，每台都幾乎完整測試了1整個月的使用期間。這次呢，會根據每一家廠牌的 YouTube 直播、YouTube 的影片，還有聲勢的區域跟各家的特色，分门別類的跟大家講各家的優勢在哪裡，讓大家有一個可以直接選擇入手的方向。在 YouTube 直播的部分，安博在直播這上面呢，它有非常多的分流，所以如果你有其中一個分流 lag 的話，你可以切換到另外一個分流去使用。那它的一些分流呢，普遍都是有這個高畫質 HD 的這個選擇，但是因為它的用戶基數众多，所以呢，在這一種熱門的时段，它会有一些部分的頻道會有這種 lag 的狀況，比例可能就是測試10天有可能5天到6天的一些熱門台會有這一種部分的情況，所以阿肥這一次給他的這個分數呢，在 YouTube 直播上面會是91分。再來呢，夢想12的這個直播呢的測試的結果我覺得它還算是蠻流暢的，而且呢，整台機器在使用的時候相對的蠻穩定的。在熱門时段呢，是有一些台会有 lag 的狀況發生，但是呢，它有這個 AISR 的這一種畫質提升的功能。必須要講啦，在這一種100寸的大電視其實不太明顯，但是呢，在這一種小電視上面的這一種畫質提升的表現呢，相對來說就是還蠻明顯的。那我自己個人呢，会給這個夢想12的 YouTube 的這個直播的部分呢，會是在89分。再來一波12的部分，它的畫質算是蠻漂亮，但是它的这個分流就相对比較少，所以部分台在使用的時候，我覺得它會有出現當掉的狀況。但是呢，它的畫面的表現，無論在大電視還是在小電視上面，它的畫面表現都還算不錯。我自己給這個一波的分數會是在89分。再來小雲10P 的部分，它的直播畫質算是相對蠻不錯的跟一波來講的話，伯仲之間。但是我近期在收看的時候我覺得因為近年來的小雲的这個它的使用基數應該是現在搞不好是最多的，整體的直播上面呢，有部分台是真的是蠻不穩的。但是它在這一種大電視、小電視上面的畫面表現，我認為都是算不錯的。我在這個直播的方面呢，給小雲的分數就會比較低一點，它在86分。到這邊阿肥還是要先提醒一下，阿肥測試的這個呢，是我自己測試的這一段期間的表現的狀況，並不代表你們之後未來在使用這一些 YouTube 直播上面，它也是會這樣的狀況。所以你們自己都要自己衡量自己的承受能力艾米 M6 的部分，艾米 M6 呢，它的直播畫質算是中上，就是大約低于安博一點，可能你就可以把它當成是 720p 接近 1080p 的這一種感受。我自己在使用上我覺得艾米 M6 的使用的人可能不會很多，所以呢，它在這個連續96小時的測試當中呢，它的穩定性算是很好，幾乎沒有出現過當掉的狀況。當然可能也是我測試的這一些頻道剛剛好就是比較順也不一定，有些搞不好就是會當掉，但就是阿肥剛好測試的狀況是這樣，那我會給它就是在90分，我需要加快一下我的速度，不然這整個念完搞不好1個小時的時間。小美3 Plus， 不是小美小美3 Plus， 它的 YouTube 直播畫質呢是屬於中上的水準跟這個 N6 差不多，整體整台的這個操作的速度是非常的流暢快速的。那它有一個特別重要要提出來，就是它会有固定時間，你的直播就会重置，你需要重登之後才能再使用。但是呢，它可能就是有設計這種看了一段時間的這個直播固定時間會重置需要重登的狀況，所以它在我所有測試的這個電視盒品牌當中呢，它的這個 YouTube 直播是最穩定的。所以呢，我給它的這個分數會是在93分。雲 TV 的部分，它的直播畫質呢屬於中上的等級。雲 TV 的這個中上等級呢，是相較於華美跟艾米 M6這2個中上的再更高一點的這一種畫質的感受。雖然說搞不好你們會認為就是在伯仲之間，但我自己詳細的這樣看，我認為它的這個畫質是比他們還要好一點的。這很可惜沒有辦法給你們看這個 YouTube 直播的畫面了。然後呢，它在這一個直播的部分部分的頻道，它是有這一種雙聲道以及字幕的切換，這一個算是在這個電視盒的品牌當中它的一個獨步的功能。所以我這一次呢，它的分數也会跟華美一樣，都給到了93分。不過他們2個特色是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是最穩定，一個是它的功能。再來派克魔盒的部分，派克魔盒在直播上面，我認為它的畫質中上，它就跟這個華美、艾米差不多，但是它的直播的穩定度高，整個操作的這個基礎功能都有了。個人認為就是
它沒有很多大特色的地方，可是呢，它也不會有很明顯的當掉、lag 的狀況。它算是一個蠻好的一個選擇，所以我自己給它的分數呢也是蠻高的，是在92分。過來呢是速七紫米速七的部分，它的直播穩定性高，畫質的部分呢我覺得是在中階的等級。整體的操作界面呢，它還有一個長輩的模式，沒有太多缺點，但也沒有太多的特色。個人呢就是覺得它不是一個很大的亮點，那畫質呢也偏普普，所以我自己給它的分數是在90分。通常在這一種 YouTube 的直播穩定性高的話，阿肥的分數都不會給得太低啊。再来。這一次最後一個叫做 Lucky Box Pro 加這個有小安系之稱，它的直播的穩定性高，畫面的全面是這個 1080p。改版之後呢，因為它的前一版跟新的這一版差異真的是蠻大的，改版之後操作非常的流暢，而且我覺得它可能使用者也不多，所以整體的使用體驗我認為也是前2名的這種好體驗，所以我給它的分數也是相當的高，93分。YouTube 的影片的部分，在安博12的部分呢，它的影片量，我個人認為它是众多，因為它分流的 APP 也很多，所以整體的量數就非常的大。可是呢，它的影片的這一種畫質啊，在 YouTube 上面的這一種，我覺得就是普通偏上堪用等級，但是它的更新速度很快。那近期呢，我在測試的這一種流暢穩定度呢，也算是蠻不錯的。必須要講，就是安博在這一種分流之後呢，它的基數雖然眾多，但是它的使用體驗是有比較好的。所以我給它的分數呢是在90分。在夢想12的部分呢，我這個評價比較簡短一點，畫質中上，流暢度也是中上，整體的穩定度是有提升的。不過我給它分數是在88分，就是我認為它是一個相對也是蠻好的一個選擇啦，只是所有東西就是表現沒有那麼大的亮點。一波12 Max， 它在這個 YouTube 影片的部分呢，操作是很流暢的，然後畫質很好，更新的速度也快。這個畫質呢，普遍阿肥都會測試小電視跟大電視上面，它可不可以選擇這一種高畫質，然後它的畫面表現怎麼樣？它的這個畫質呢，在大電視上面、小電視上面的畫面表現都很好。再來呢，它要注意的地方是熱門時段的时候，有部分的這一種影片，它會出現lag的狀況，但不是每一部都會這樣出現。這個的話，你們可以自己列入參考。整體的這一種使用者的體驗，阿肥覺得是相當的良好，所以我給它的分數是在95分。小雲10P 的部分，畫質很好，更新快。個人認為啦，它是現階段的這一種 YouTube 上面的觀影追劇類的霸主。使用者的體驗很良好，但這個使用的人數可能非常的大，基數大，所以近期是有一些部分有出現lag或當掉的狀況。不過呢，我覺得也不影響它在这個畫質以及它有這一種杜比模擬音效的這個體驗，所以我自己給它的分數會是到97分。艾米 M6 的部分，它在 YouTube 影片的部分呢，畫質中上，但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有短劇、有長劇、有 3.0 的倍數，雖然有些許的lag，但整體來說是算相對的穩定。但特別一點就是我不知道它後續會不會再更新啊，就是它有部分的片子沒有中文，這一點是比較可惜的。阿肥是這樣，我測試到什麼我就會說什麼。我給它的分數也算高的啦，就是我給它是90分。再來呢，華美3 Plus， 它畫質的表现還蠻良好的，相較於艾米來說呢，它的畫質是更高一階，跟這個直播的地方不太一樣。那這個華美的表现呢，它在更新的速度是蠻快的跟這種一線品牌有得比並且它還有分流的 APP， 然後呢，它還有特別重點的功能，就是它有這個所謂的 AI 推薦以及 AI 預覽的功能，你可以透過 AI 就知道說，這個影片的大綱，你可以先預覽一下，是不是你所想要的影片？這個是我覺得蠻有特色的一些表現的部分所以我給它的分數也是蠻高的，是92分。再來，在雲 TV 的部分，它的畫面表現蠻不錯的，而且呢，它可選擇的字幕很多。在這一種 YouTube 的影片類型來講的話呢，我認為它的操作的部分很流暢，穩定性來說也算蠻好的。可惜的就是它有一些影片不知道是因為畫質太高的關係，它有出現lag的狀況，所以我給它的分數呢是在90分。再來是派克磨合的部分，它畫質不錯有 AI 推薦的功能相較於剛才那個還有預覽的功能，它比較少一點，它只有一個叫做 AI 推薦的功能，使用起來呢相對的穩定，没有說太大的亮點，更新速度也算快，所以我給它是91分的分數。速七的部分呢，畫質中上，這個有一個特別的就是它的這一種老劇的部分這一種 YouTube 的老影片的部分容易lag，但它在新片的部分呢穩定性是相当的高。对于如果不是很追求畫質的朋友，我認為使用者體驗算是相對 OK 的，我給它分數是89分。最後一個 Lucky Box Pro 加，它的畫質我覺得蠻好的，就是算一個加的水準。但是呢，它有一個相當大的，就是它沒有倍數播放以及畫質的調整，這一點真是非常可惜，因為我覺得倍數播放對於現在人來說是一個
必備的功能。整體使用下來算是穩定流暢，但是曾经有當掉過一次，然後把我的那個歷史記錄洗掉了。但使用體驗還是算是蠻好的所以我自己給它的分數是在89分。绅士的部分，安博12，绅士的霸主，老司機必備入手，選擇眾多，肯定讓你精進。我給他96分啦，其他就不用多說了。夢想12的部分，它也算是紳士的霸主之一，它結合了番號的收取，但更新速度我覺得需要再加強。那它的選擇众多，所以個人會覺得推薦去試試看的這一種等級，所以我給它是93分。再來呢，翼博12 Max， 它是屬於一個流暢的紳士專區，但不是屬於一個頂尖的水準。使用者體驗也算是 OK 好，也算是選擇蠻多的，但是我認為並不是一個它的重點的功能。所以我給它是87分。再來小雲10P 的部分，就是普通還行不黑嘛，不是重點功能。個人覺得選擇這一台不要把重點放在這裡，所以我給它就是87分。它的重點是要放在這一種 YouTube 的影視劇的部分。艾米 M6 很多的種類可以選擇，但它不是頂尖的，使用者體驗也蠻好的，屬於可用、堪用、好用3個一體的這一種感受，所以我給它的分數也是同樣是在87分。你們會發現，就是阿肥的這個分數在紳士這邊會落差比較大。這個東西就是一翻兩瞪眼，你試了之後，你覺得使用者感受不錯，你就會給他一個讚。再來，華美3 Plus 的部分呢，它的畫質好，切換快，這個切換快是阿肥說的老司機的重點功能，所以算是一個前3名的這種好選擇啦，可以試試看。所以阿肥給他的分數是在93分。再來，雲 TV 的部分呢，它的畫質屬於中等大雜烩。什麼都有，但什麼都不太強，也沒有什麼突出的沒有什麼重點功能，所以可有可無的選擇，不要把它放重心在上面，所以我給它的是87分。再來是派克魔盒，它的畫質呢是屬於中上，也整合了這個 AI 推薦的功能可以讓你精進。但是我還是要說，它並非頂尖的水準，但還算不錯。所以我自己個人給它是89分。知名速7的部分呢，我覺得它的畫質好，又有番號搜尋，屬於這種第一梯隊的這一種選擇，快轉的這一種速度呢也很優秀。個人會覺得，我推薦你可以去使用看看這個等級。我給它的分數是94分。那過來呢是這個 Lucky Box Pro 加，它畫質很好，切換速度快，適合老司機的這一種快速切換的需求。虽然呢它整體不算是頂尖的可是整體的操作使用感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我給它的分數是在90分。再來講到各自的特色部分，在安博12的地方，就是它是老牌的這個電視盒廠商了，整體的界面算是相當的乾淨，還有這種自己風格的質感，並且它有 iOS 的手機版的這個功能，對於新手想要入門，希望有一個相對穩定新世代的這一種流暢性好的選擇。那過來呢是夢想12的部分，娛樂周邊相當的多，它的這個手把搖桿KTV 啦，還有遊戲呀，附加功能相當的多，甚至還有一個我之前也說過最重要移機的功能，回看的台數呢數量很多，并且它這一次有最新開發的這個界面就整體变得非常乾淨，都沒有任何的廣告。那也趁勢推出了這個 iOS 的手機版的功能，那也算是一個老牌的電視盒品牌。重點結論是，因為它那個移機的功能，所以對於阿肥來說，我會覺得它是一個必入手的第一台電視盒。翼博12 Max， 我認為它的 KTV 的特色呢是相當的好用。目前呢有安卓手機的版本，那個人呢覺得追求畫質以及想追劇的朋友，它是一個推薦你可以入手的第2台的電視盒。小雲10P 的部分，它有 KTV 還有推出這個專屬的音箱機，使用的這個感受呢，它的音箱機算是非常的好，並且它在周邊的部分還有這一種健身環的這個產品。那有追求這一種在 YouTube 上面的畫質觀影的朋友呢，算是也是這個必選的第2台的電視盒之一。個人對於這個小雲這個相關的這個影片我發現他們都比較容易被針對那我這邊自己也沒有任何的這個團購的部分那對於小雲翼博其實很多人都在問這2間的這個評價怎麼樣。其實我認為就是2間的這個使用感受都算是蠻好的。2台呢都是有在我的這個新家那邊有在自己在做使用的。艾米 M6 的部分有 KTV 有移機有很多種類的這些功能算是一個適合入門的選擇。所以阿肥會在之前影片就會講所謂的中庸之道，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該選哪一台的時候呢，選它就不會錯，因為它什麼都有。再來是華美3 Plus 有 KTV 很強跟這個翼博有得一比算是第1名的這一種等級有移機，雖然整體的這個畫質跟綜合表現可能不是全面最強的一台
但算是一個高水準，然後 AI 整合良好的這個機型。再來是雲 TV 的部分，有 KTV 有手機版，在直播上面这個表現呢，我個人是認為不會輸給傳統大牌子，所以整體的表現算是蠻驚豔的。我會認為，如果是擔心這一種大品牌使用者太多的朋友呢，它是可以選擇入手的一台。那過來呢是派克魔盒的部分，有 KTV 有以及整體表現呢算是穩定發揮。然後可以使用模擬器啊，然後去進行一些遊戲的遊玩，算是一台很全面的这個盒子啊，有很高的這個潛力啊。那水準的話呢，也算是有的。再來是紫米樹漆的部分，它有這個手機版的功能，然後還有分齡的這一種年紀的界面啊！天哪，我居然看到一張說圖說40歲以上的老人剪頭髮100，到底憑什麼說40歲以上是老人？憑什麼？雖然阿肥還沒有，我講到哪裡？豎起的部分，氣到突然忘記了。它整體的操作算是流暢了，使用也算蠻穩定的。绅士專區是一個亮點，個人覺得呢，注重在紳士專區的朋友呢，推薦可以試試看。最後呢，就是這個 Lucky Box Pro 加它的很多附加功能呢都沒有，就這一點比較可惜。它只專注在這個直播跟紳士上面，但是它專注的地方呢，使用的體驗是好的，所以我這樣子推薦啦。喜歡紳士的朋友就選擇吧。好，接下來做總結，不然來抽個獎好了。阿肥這邊好像蠻多這個電視盒有留這個備份下來，不然這樣子好了，上線就3台好了，因為是阿肥自費要掏腰包出來的。我這一次評比啊，完全沒有跟任何廠商講，因為我怕可能有廠商希望可以幫他們講一些好話什麼的。可是阿肥覺得是要給你們一個是最中肯，然後真的真實的這一種使用之後，我覺得個人感受的這個分享。所以這一次總結呢，在 YouTube 上面的這一個關於追劇的首選呢，個人會是覺得小雲它會是這個關於追劇類的這個霸主。再來呢，就是翼波的部分，他們2台其實是在伯仲之間的。整體上面的使用的畫面漂亮流暢，雖然相較其他品牌有一些類格的狀況發生，但整體也算是相對穩定的了。等於是瑕不掩瑜。而在直播的表現部分，你們可以看到的是華美、雲 TV、Lucky Box Pro 加他們的整體表現都算是非常的有亮點。再來才是這個安博的部分，所以你們會注意到的就是在這一種 YouTube 的直播上面，可能真的是以人口使用的基數去做很大的拆分，就是人口基數可能不多的這個品牌呢，它在這個穩定度的直播上面就會算是蠻好的一個狀況。再來呢，老司機的最愛安博當之無愧的霸主。再來了我們這個夢想12跟樹漆的部分，它的表現也同樣的相當的驚豔，所以這3個呢是老司機首選必備的這一個電視盒。再來就是表现比較全面，入門也可以選擇的這一種。說全面入門可能就是屬於比較中庸一點，一講中庸大家就知道是對。艾米 M6 什麼東西都有一點都沾得到，可是它都沒有說非常突出的特色，可是它什麼都有。當你不知道選什麼時候，選它就可以了。再來還有就是這個派克魔盒的部分，它相对的也有整合像是一些 AI 啊遊戲的部分進去，所以呢它整體也算是一個全面的電視盒。如果你今天要選電視盒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選，你可以先參考阿肥的這個意見，去選擇針對你所想要的電視盒的類型去做購買。來抽獎，阿肥這一次自掏腰包抽獎抽3台隨機的電視盒，我就是看到我這邊有什麼，我就是直接抽給你們有什麼。抽獎的3要素大家都記得，老觀眾都知道了。第一個，訂閱阿肥的頻道 ，YouTube、抖音、IG、FB、Line 啊這些都可以。這一次呢，抖音上面的短影片，我會再特別再多抽1台出來。我希望可以有那個可以掛連結上去啊，掛那個什麼我的那個 YouTube 的連結啊。現在是沒有辦法了，所以大家都要跳到 YouTube 去搜尋，就比較麻煩。第二個，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親朋好友，越多人分享我的影片，越多人看到我的影片，流量越高，就會越多廠商來找阿肥。那阿肥呢，就可以再抽一些有的没的好玩的東西出來給大家。第3個，在這一支影片底下，就是不管你在任何頻道看到這一支影片，都回到 YouTube 這個平台上面來做抽獎。這一次不要給指定關鍵字好了，我覺得指定關鍵字有點太麻煩了，就來講講你們想跟阿肥說的話，那分享一下，比如說你們發生了什麼事啊，或是想要看到阿肥做什麼樣子的類型的影片啊，想要聽到阿肥講什麼啊，都可以。拜拜。